女孩第一次来医院做妇科检查，没想到过程超级尴尬，给她做出诊的竟是位年轻男医生。可此刻她顾不上考虑妇科医生的性别，自己更担心会不会得了肿瘤，内心充满了恐惧。好在男医生非常专业，并拥有极高的职业素养。可直到全面的触诊结束，女人的手依然紧张地抓着医生。医生冷静转头离开，询问她详尽的生活状态。医生初步的诊断是纤维腺瘤。女人受过高等教育，明白这不是什么大病，终于放下悬着的心。而且男医生温文尔雅的态度，也让女人倍增好感。30岁的安雅是个超级富婆，但她也有很多烦恼。丈夫帅气多金，可她眼里只有工作。安雅最近发现胸口有肿块，可丈夫却漠不关心。两人结婚至今一直缺少交流，已经分居大半年。这天晚上，安雅实在忍无可忍，对男人大发脾气，可丈夫依然选择沉默。女人彻底心碎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下一秒丈夫出车祸死了。安雅悲痛万分，从此成了一个寡妇。好不容易走出阴影，决定认真面对生活。Девочки, спасибо, я жива. Запишусь к врачу, которого посоветовала Рита. 闺蜜们的关心让安雅很温暖，只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丈夫。安雅听从闺蜜的意见，来到一家高档私人医院。自从丈夫去世后，她其实一直害怕进入医院，回忆不由自主就会涌上心头。突然，一名男医生上前询问，女人表示一切安好。医生听完走开了，可安雅内心还是惴惴不安。刚到前台办理登记，可小护士表示主任医生今天临时有事，另外给她安排一个顶级专家。还没走进医生办公室，安雅就听到了劲爆的音乐声，没想到就是刚大厅里遇到的那位医生。女人略显尴尬地坐下，医生微微一笑，问她哪里不舒服。Мне кажется, у меня уплотнение в груди. Пожалуйста,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за ширмой, только Вера.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оллега-женщина, если вам неудобно.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. 安雅径直走到了屏风后，随后就发生了开头一幕。但医生还是建议安雅做更详细的检查，女人要特别重视这方面问题。正聊着呢，安雅的电话响起。Да, Жень, я на работе. Да, конечно, помню. Угу. Я в порядке. До встречи. Звучало не слишком убедительно. Простите, что? До встречи. 女人瞬间觉得眼前的医生挺有趣，随后微笑着离开了诊所。安雅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，只有一只猫咪陪着她。可晚上，安雅突然发高烧，一段记忆碎片在脑海中闪现。门铃响起，也不知道是哪个追求者一大早送花，虽然无感，但还是开心的。她把检查结果告诉闺蜜丽塔，闺蜜让她下午来家里，给她做了好吃的补补身体。闺蜜让安雅考虑下终身大事，毕竟前夫也已经去世1年多。Мне кажется, я готова к чему-то новому. Слава Богу. 为了庆祝安雅彻底走出阴霾，闺蜜决定为她办个盛大派对。安雅很感恩，在闺蜜们的不断鼓励下，自己才能够渐渐走出苦海。Главное это научиться жить. Неважно, сама ты или замужем. Если ты не боишься, то есть шанс стать счастливой и сдела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 человека рядом. 闺蜜们也很欣慰，要明白生活的真谛也并非一件易事。此刻，4个女人抛开一切，浮世尘埃，肆意奔向大海。第二天，安雅来到医院复查，医生给她做了活检手术，3天后会得知最终检测结果。医生让她别担心，保持良好情绪。安雅对医生的好感越来越强烈，忍不住常常会想起他。不仅安雅自己纳闷，连闺蜜们都觉得她最近变了。她们从安雅的脸上看到了属于少女的那份悸动。Я думала, у меня дети в телефон залипают, но это 10. Простите. 可这个电话不得不接，大家一脸无语。原来安雅的检测结果出来了，确认就是纤维腺瘤，可以采用手术切除治疗方案。女人希望医生给自己做手术，可没想到医生拒绝了。Почему? Может, у меня возникли к вам симпатии, и это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ся на работе. 医生表示会推荐另外的专家给安雅做手术。Хорошо, спасибо з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安雅虽然内心激动，但还是淡定地回到聚会，告诉大家自己的身体状况。闺蜜让她工作别这么拼，身体是第一位的。聚会结束，安雅找弟弟帮忙，他是心理学博士。安雅让他分析下医生的情况，弟弟表示这个男人有点神秘，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动态。可安雅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爱河。弟弟认为姐姐是个年轻、美丽、成功的女人，而医生只是个外地人，而且现在还住在租来的房子。从你的描述中，感觉医生有些怕你。Я люблю влюбилась. 两人都忍不住笑了。安雅已经1年多没有接触男人，自己在恋爱方面也是个菜鸟，而且初恋就是前夫，难得再次遇到一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男人。可弟弟觉得也许只是肾上腺素在作怪，让他仔细考虑下再决定。恰好此时医生来信息，女人激动的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弟弟一本正经的教她如何回信息，让姐姐务必保持淡定，聊得尽量深奥些，也让对方对你产生好奇和兴趣，注意标点符号。Я думаю о вас с большой буквы. Ай, господи. Предлагаю встретиться. 姐姐听得一脸懵，下一秒，医生竟然主动打来电话。Матв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, да? Хорошо. Когда? До встречи. 女人瞬间小鹿乱撞，穷小伙第一次和富婆约会，就请她到家里喝咖啡。
富婆也想借此调查下小伙子。Я помою руки. Да, конечно. 富婆仔细查看了洗漱用品，确实是个单身狗，只是水池旁的小剪刀引起了富婆的好奇。正疑惑呢，小伙过来了，女人略显尴尬，原来是特意给她拿毛巾。Куда поедем? Теперь моя очередь выбирать. 富婆也没问去哪就欣然答应，小伙却露出奇怪的眼神。原来是去河边散步，路上还给姑娘吟诗，还真是个勤俭节约又有文化的好小伙。可意外的是，天空突然下起暴雨，两人躲到了桥洞底下。小伙贴心地脱下外套，免得姑娘着凉。可没想到富婆却拒绝了小伙的好意。Часто назвал меня по имени. 3 разных места ты сменил образ. Если ты пытался соблазнить меня по схеме 3 свидания за 1 ночь, то ты не по адресу. И я немного старше и чуть-чуть умнее для пикапа. Вызови такси, пожалуйста. 可回到家，女人又开始后悔，明明对小伙有好感，但总觉得小伙心术不正，是在故意接近她。此刻想跟小伙发个信息，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只能再次求助弟弟。弟弟觉得他想的太多， Чувачок пытался снять меня по схеме 3 свидания. 可弟弟觉得有容乃大，你得学会接受和容纳。姐姐觉得问了个寂寞。 Ненавижу. 女人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决定给小伙发个信息。马特淡定地回复了没关系。第二天，安雅主动发语音，毕竟她还是希望让马特给她做手术。再次来到医院，男人表现得若无其事，二话不说开始聊病情，并跟安雅定了手术时间。临走时，马特问他为什么要发那条信息给他， Чуть не влетела в аварию, пока писала. Пожалуйста, больше так не делай. 可这下安雅却生气了。 Зачем тебе была я, если ты искал быстрый секс? Давай не будем держ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за идиотов, хорошо? Я не думаю, что из этого что-то получится. У меня следующий пациент. Мы все выяснили. 安雅回到单位，或许忙碌的工作才能让自己获得充实感。晚上回到家，垃圾已经堆得快比人高。安雅觉得这里不能称之为家，只是空荡荡没有温度的房子。女人正若有所思，马特恰好发来信息，他想请求安雅的原谅，并且希望彼此能重新开始。安雅接受了马特的道歉，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却是真正噩梦的开始。30岁富婆第一次和穷小子约会，就请他去家里撸猫。他择偶的重要标准是男人是否爱猫，因为猫咪一直陪着单身女人，度过了无数个寂寥的夜晚。男人嘴很甜，一直夸富婆。 У тебя идеальная форма лица. Скулы, лоб, нос. 男人表示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脸蛋。 Поэтому ты меня выбрал. Я думал, ты меня выбрал. 富婆不自觉咬了一口冰，可她依然不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，担心只是图他的钱。可让富婆最感动的是，穷小子不仅嘴甜，还非常体贴周到。得知富婆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便主动要求留下来照顾，让她睡沙发就可以。可没成想，穷小子半夜起身，偷偷将富婆家里翻了个遍，还意外发现了富婆藏起来的照片。而此刻，富婆也彻夜难眠，看着抽屉里的戒指，再次想起去世1年多的丈夫，她一直不敢面对新生活。而此刻，帅气逼人的大男孩正若无其事躺自家沙发。 Завтракать будешь? Омлет? Ты за меня не проспала? Нет. 穷小子利索起身来到富婆身边，霸气将她壁咚在餐桌，问她是不是有事隐瞒。可富婆以上班迟到为由，避开了这个话题。富婆想送男人去单位，可男人有些不悦，感觉富婆依然对他设防。 Я хоть и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мальчик, но чувств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у меня есть. Матвей, ты же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шь обо мне. Вот именно. 就像昨天和今天的你判若两人。可安雅却觉得马特过于敏感，两人因此不欢而散。为了彻底告别过去的阴影，安雅决定重新买套别墅。可突然收到马特的消息，约他一起冲浪。安雅其实内心很喜欢马特，此刻抑制不住的开始小鹿乱撞。两人来到冲浪场地，可马特却是个冲浪菜鸟，这下把安雅逗得捧腹大笑。不会冲浪还约一起冲浪，脑洞真的异于常人。看着水里搞笑的马特，安雅觉得整个人很放松。她已经2年没有这样肆意的笑过。 还嘚瑟地给马特展示了自己的冲浪技术，玩累了，两人席地而坐。他感谢马特的安排，今天特别开心，仿佛年轻了10岁。安雅对早上的事深感抱歉，但虽然两人开始交往，还是希望给彼此留些私人空间。马特表示完全理解，他也坦诚埋藏在内心的自卑，自己只是个从农村来大城市打工的穷小子，能够遇见安雅这样年轻漂亮且富有的女人，简直是3生有幸。安雅喜笑颜开，马特真的好会聊天。在温暖的夕阳下，安雅彻底沦陷。 可回家路上，马特再次问起照片的事情，安雅依然闭口不谈，还发起了脾气。更意外的是，脑海里突然再次闪现丈夫去世的画面，一不小心闯了红灯，立马被交警拦下，要求出示驾照和行驶证，并让她下车接受酒驾测试。富婆回到家，发现房子依然冰冷，没有任何温度，她不由自主想起了马特。女人决定彻底放下顾忌和防备，真正接受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小子。她想约马特见面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马特突然失联，连续几天杳无音讯。安雅气得把手机都捶烂。 Нахрен, издеваетесь, что ли?
安雅还是忍不住去医院找马特，可刚准备查看他抽屉，不料马特突然回来，喝令女人立刻出去，转头却紧张地打开抽屉，其中一份就是安雅的绝密档案。但安雅刚回到车里就接到了电话，马特向她道歉。А потом 3 дня ты меня динамишь? Можем увидеться вечером. Нет, я занята. 马特诚恳地道歉，表示自己要出差一段时间，离开前想再见他一面。安雅心软无奈，只好答应男人的要求。转头，安雅求助弟弟，让他分析下目前的情况。可弟弟还没听完，就立刻给出了答案。Аня, ты у него на крючке. 明知马特有可能套路自己，可安雅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悸动，提前来到了餐厅赴约。在马特深邃的目光下，安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老底：我其实是个寡妇，丈夫1年前死在了我面前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跟任何男人有过约会。我正在努力开始尝试新生活。可当安雅问男人这几天消失的原因时，马特却突然起身，教训了邻桌的猥琐男。两人被保安赶出餐厅。安雅担心外科医生的手受伤，可马特表示无法忍受别的男人，不怀好意盯着自己的女人看。富婆瞬间感动涕零。第二天，马特从富婆家醒来，发现家里只剩他一人，但女人做好了早餐并留了门钥匙。安雅活力满满的来到公司，兴奋地告诉闺蜜自己爱上了医生，然而弟弟却依然给她泼了冷水。之前低估了马特，他绝对是个顶级高手，在餐厅出手的时机也恰到好处，顺利避开了你的问题。可安雅还是不敢确信，弟弟劝她远离马特，免得到时人财两空。安雅有些犹豫。果然，此刻马特正在跟一个神秘男人密谋。Все по плану. Он думает, что я уехал. Успеем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. 更意外的是，马特竟然是一个冲浪高手。究竟马特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下周见。女孩扒开胸前衣服，径直坐上妇科医生的诊疗台，而男医生不慌不忙戴上手套，缓缓走到女孩跟前，进行仔细的全身触诊检查。女孩感到非常紧张，可年轻医生见惯不惯，从容不迫检查完身体，还直夸女孩漂亮。原来美女是富婆安雅派来的卧底，她想让女孩试探下马特到底是不是一个变态医生。可令女孩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已经被一个神秘人盯上。安雅是个30岁的富婆，这天她正跟闺蜜抱怨男友让人捉摸不透。虽然跟妇科医生交往了1个月，可两人并没有实质性的进一步交流。可安雅不明白为什么，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马特医生。闺蜜劝她保持冷静，不要被恋爱脑冲昏头脑。可安雅只是想知道是否该继续这段恋情。而另一边，医生却在一个神秘组织接受训练。领导问马特下一步如何计划，马特表示正在等待合适时机。可领导责备他太无能，明显感觉到了马特内心的恐惧，立马给他打鸡血。Кто ты, игрок? Кто она? Ресурс. 第二天，安雅陪闺蜜去谈业务，没成想遇见了顶级寡头古拉姆。更意外的是，寡头竟看上了安雅，夸她年轻漂亮，气质优雅，而且一看就是个千万富婆。安雅很开心，得知安雅是个寡妇，寡头更加来了兴致，还主动跟女人要电话号码。随后寡头天天送花，大献殷勤。安雅无奈淡然一笑了之。本身自己也是个女强人，一心扑在了自己的事业。关键目前最大的感情障碍是马特，安雅潜意识里喜欢的人也依然是马特。Ура! Ура! 恰好弟弟也赶来捧场，他跟弟弟诉苦自己已经5天没睡，一边忙碌工作，一边还要应付感情问题。弟弟不希望姐姐这么辛苦，便提议姐姐参加1对1反猎人训练计划。安雅乐于接受新事物，便欣然答应。Аня, это Артем. Артем, это Аня. 乔姆是最优秀反猎人专家。乔姆的方法简单粗暴，第一步约会的时候用手机录音，通过对话分析辨别。安雅终于鼓起勇气，再次跟马特医生见面。Теперь моя очередь извиняться. Я не заслужил такой красоты. 马特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，而且嘴甜。安雅表现优秀，临危不乱。首先气场上绝对不能输。乔姆表示嘴甜是猎人的基本功，没有特别值得分析的地方。继续放录音，可还没等安雅开口，马特主动表示自己撒了谎。前女友一直纠缠他，最近出去这几天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，因此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式。安雅问他确定跟前女友分手了吗？马特表示最恨那种脚踏2只船的人渣，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是妇科医生，见过的女人不计其数，请相信他绝对有异于常人的定力和控制力。乔姆觉得医生是个高手，他借用专业领域话题让女人没有任何反驳机会，而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，他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，比如他这几天具体在哪里，具体在做什么，你没有得到任何有用信息。以我的博士生专业负责任告诉你，马特医生100%有问题。弟弟也认为男人看男人往往更加精准。А он враг? Конечно, враг. 安雅表示很想了解他的真实目的，毕竟难得遇到一个令自己动心的男人，不想一棒子打死。可乔姆的回答又让安雅不寒而栗。По сути, мы платим за прогресс тем, что мы уже не животные с инстинктом размножения, а биороботы. 安雅一脸无奈，不过乔姆也表示，如果真的喜欢他，可以再想其他办法去试探下。
毕竟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物种。转头，安雅召集闺蜜们开会，伊娃主动请缨，愿意去会一会这个神秘医生。正聊着呢，寡头古拉姆发来邀约信息，他想单独跟安雅见个面。闺蜜们觉得这还用考虑吗？古拉姆可是顶级富豪，可安雅认为对待感情还是要慎重，并且遵循真实的内心。安雅把闺蜜带到了医院门口，随后就发生了开头一幕。安雅用自己的方式测试了马特，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此刻还得先应付古拉姆。毕竟安雅作为生意人，结识这种寡头对自己的事业肯定是有帮助的。古拉姆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公司，闺蜜识相的借口先离开，不料寡头开门见山问她的男友叫什么，安雅也毫不避讳。没成想寡头提议动用自己的资源，1天内就可以查到关于马特的祖上3代所有资料。可安雅觉得寡头是在开玩笑。Вы верите,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ожно учиться?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мне сказал, что мы за прогресс заплатили умением чувствовать, поэтому нам нужно тренироваться друг на друге, и каждая попытка — это потеря. 寡头表示，虽然自己是个强者，但感情上依然是个小白。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寡头很高兴能遇见安雅，觉得安雅绝对是一个有能力摧毁强者的女人。更意外的是，寡头直接提出结婚的请求，他愿意倾其所有满足安雅一切愿望。Только два условия: сын и верность. 可安雅笑了，但寡头觉得直白的聊天方式可以让彼此相处得更愉快。万万没想到，安雅拒绝了寡头的好意，转头奔向了马特。Послушай, я не хочу больше играть в эти игры. Все кончено, Матвей. Что кончено? У нас ничего не было. 究竟安雅会不会陷入更深的感情沼泽？此刻，穷小子成功逆袭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每天都能吃到富婆亲手做的荷包蛋。后天是闺蜜的婚礼，他想邀请马特一起参加。马特似乎略显犹豫，虽然两人阶层不同，但对于富婆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？马特不仅是男友，更成了私人医生，从此可以极大改善健康问题。毕竟，对于有钱人来说，健康才是第一位的。Все по плану, не волнуйся. Смотрю на твои гормоны. 看着马特温暖的笑容，安雅此刻感觉遇到了良人。吃完早餐，富婆把马特送到医院，两人你侬我侬，跟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。跟马特告别后，安雅约闺蜜吃饭逛街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意外撞见了马特，还有一帮类似马特的帅小伙。安雅毕竟也是老江湖，赶紧拍下照片发给弟弟。3秒后，安雅得到一个惊人信息： Во что ты влезла? Чувак на фото один из лучших спецов. 安雅瞬间懵逼，原来马特竟是 PU 组织的骨干成员。弟弟担心姐姐的安危，可安雅很疑惑，自己只是个小富婆，他们到底图什么呢？当然图你年轻漂亮啊！安雅一脸无奈。闺蜜建议打电话给顶级寡头古拉姆，让他叫保镖打断马特的腿。而此刻房间内 PU 组织正在开会交流经验。马特手机忽然响起，领导让他开免提接听，马特按要求照做。 Привет, нет. Рано сегодня закончил. С врачами? Да, но другого подошел. 两人看似聊了一堆废话，可领导却听出了端倪。他认为安雅这个女人不简单，提醒马特小心谨慎。现阶段适合给安雅试试冷水澡。有学渣不懂什么是冷水澡，作为优等生立刻跟小伙伴们解释，冷水澡是行为心理学第5阶段的简称，代表连接强度测试，对方需要停止相信自己的感觉，营造内心潜在恐惧感，并激发愿望获得极致需求感。领导也再次补充，这是边界，也是终极大招。很多时候，肾上腺素和爱的幻想之间会有模糊的交集，这也给了操纵者可乘之机。小伙伴们认真听讲，听领导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另一边，安雅也跟闺蜜一起分析战局，可闺蜜觉得马特就好比是特种部队，你一个游击队怎么和他们斗？必须想办法降维打击。转头，安雅去找顶级寡头古拉姆商量，寡头表示愿做她的护花使者。不久后，闺蜜的婚礼如期举行，马特也如约而至。安雅热情地介绍亲朋好友，丽塔是我的闺蜜，也像我的母亲，这是我弟弟卡特，他们2位都是顶级富豪，这位是卡佳，之前还去过你诊所。Да, точно. 安雅因为今天是伴娘，于是她让弟弟帮忙照顾下马特。婚礼正式开始，闺蜜在父亲的陪同下步入殿堂，伴娘们都很欣慰，小姐妹终于嫁出去一个。毕竟好的婚姻可以让女人变成孩子，而坏的婚姻可以让女人变成疯子。可没想到司仪突然让马特代表亲友送祝福，安雅一脸尴尬。不料马特情商很高，连祝福也颇具创意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有评判别人的习惯。据我初步判断，你们是一对身体健康的夫妻。其次，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，我知道爱情其实也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比如受荷尔蒙、气味、肾上腺素等等因素的影响。而你俩的化学反应绝对完美兼容，甚至有相同的 Rh 因子。在这个容易迷路的世界，能够相遇彼此，本身就是最大的幸运。一番高水平祝福博得了满堂彩，宾客们开始载歌载舞，共同祝福这对新婚小夫妻走向美好未来。 Могу и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на первый танец. Ты же меня не обманешь? Мы оба знаем, каково это, когда предают, да. Но я не позволю прошлому все испортить.
马特不仅善于言谈，竟然还多才多艺。此刻安雅似乎渐渐放松了戒备，可还是理智的一把推开了马特。马特郁闷地离开，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，安雅内心百感交集。30岁超级富婆竟被穷小子 PUA， 你知道什么是 PUA 吗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那么请你看看这个女人，她上一秒还想撞死这个骗子男友，可下一秒却又对他言听计从。她叫安雅，本是一个心地善良、乐观开朗的寡妇，然而自从交了一个小男友后，却开始变得妄自菲薄、唯唯诺诺，失去自信。Матвей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остановись. Что я тебе сделала? Ты ничего не сделал. Ты хочешь, чтобы тебя любили, но ничего не отдаешь взамен. Только отталкиваешь. 安雅痛苦地回到家，独自借酒消愁，还不小心划破了手掌。不料门铃响起，马特又突然回来，一把抱起安雅，细心地给她处理手上的伤口。Так кто ко мне приехал? Добрый доктор или мудак? Оба. 富婆问马特究竟为了什么？人跟钱都给你了还不满足吗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可男人没有回答。富婆生气，让他赶紧离开这个家。不料男人一把抓住安雅，默默帮她包扎好伤口。Мне нужно все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. 第二天醒来，马特正式跟安雅提出了分手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富婆彻底懵逼，她想寻求行为心理学大师的帮助，可大师竟表示被 PUA 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身。或许之前的恋爱经历很卑微，可安雅只有过一段感情，就是跟自己的前夫，而前夫1年前出车祸去世了。你前夫身上有什么点吸引你？刚认识他时觉得很有才华和魅力，而且年龄比我大，很有安全感。实际上呢？安雅瞬间笑容凝固，果然有钱人的生活同样一地鸡毛，而且在前夫身边时常会感到内疚。可能因为我不够聪明，可能因为我长相平平，我曾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变得比丈夫更成功，这样才能在他面前真正抬起头。可后来发现自己一直活在一个深渊，失去了自我，可又无法摆脱。Выходи, глупая, ты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,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. Прости, пожалуйста. 安雅坦然能够理解 PUA， 自己在工作和谈判中也会用到这种方法。可大师表示，职场的操纵不叫 PUA， 那叫实现工作目标。而真正的 PUA 操纵者会给你注入扭曲的认知，进而否定你的价值，利用你的恐惧和情节增加罪恶感，并获得无限的力量。大师让自己的得意弟子乔姆混入 PUA 组织，要想取得战斗的胜利，必须知己知彼。没想到第一天，领导就给乔姆上了精彩一课，他让其中一个小伙当面跟相恋2年的女友分手，小伙无奈照做。领导解释这就是意志力，然后现在可以回家去把女友哄好，就跟第一次初恋一样对待她。你会发现女友从此以后会变得格外听话，员工们不禁热烈鼓掌。在如今信息爆炸的年代，大师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学习掌握这门技术，特别是女孩，能有效防止被操纵。可另一边 PUA 组织领导却把操纵叫做魔法，魔术也是心灵的技巧，以意志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改变现实的能力，成为对方内心的主人。领导认为爱是家庭主妇的马拉松，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控制整个局势。希望大家刻苦钻研，早日成为业界精英。恰好马特过来汇报战绩，领导非常满意，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——集体跺脚仪式。Я хочу, чтобы вы все это видели. Матвей перешел на другой уровень. 奖励竟是勒脖子憋气1分钟。马特昏倒在地，幸好有惊无险。随后大家爆发出雷鸣般掌声，这一式代表马特已经刀枪不入。乔姆一脸无语，领导问他是否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，马特表示跟猎物一起经历了5个阶段，情报诱惑、湍流游戏、冷水澡。但马特表示自己的这个猎物不一般，虽然自己是个高手，但隐约还是感觉到了危险。果然安雅也是狠角色。这天半夜，她坐在丈夫去世的那辆豪车里思考人生，她决心凤凰涅槃，让自己成为操纵者。乔姆回来汇报了内部情况，安雅问他见到马特了吗？乔姆提醒他马特不足为惧，但他的导师确实是个顶尖专家，以我目前的功力还斗不过他。安雅让乔姆别担心，自己会注意安全，你能帮忙我已经非常感谢。乔姆是老实人，愤然离开。安雅开始发奋学习，翻阅了大量行为心理学书籍，是时候让自己更上一层楼了。安雅的救命稻草原来是顶级寡头古拉姆，能够救自己于水火的，估计也只有古拉姆有这个能力。寡头本就爱慕安雅，面对突然热情似火的女人，
寡头深感意外。А сейчас я понимаю, как сильно я скучала. Ты изменилась. Ты гораздо умнее, чем простой маркетолог. С мои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ты сможешь сделать любые проекты, какие захочешь. Почему мужчины всегда стараются подчинять? Ты же ничего обо мне не знаешь.没想到古拉姆毅然决然为姑娘赴汤蹈火，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。安雅如果傍上古拉姆这棵大树，对于 PUA 组织来说，是不是意味着一场灾难？此刻，安雅终于决定反击。不料，在 PUA 组织当卧底的乔姆带来一个惊人消息，他们正试图想办法让安雅自杀。乔姆觉得这已经上升到刑事犯罪，自己不敢再回到那个恐怖组织，接下去要靠安雅自己的力量跟他们周旋。安雅很感激乔姆的舍命相助，才让自己有机会脱离苦海。Я, может быть, правда уже убилась бы, если бы не знала всего этого. 乔姆提醒她千万注意安全。安雅一直怀疑前夫的意外离世过于蹊跷，会不会跟 PUA 组织有一定关联？她让工人想办法破解事故车的黑匣子。更让安雅意外的是，现在她走到哪都有壮汉保镖护驾。心理学大师听完录音都开始震惊 ，PUA 组织简直就是人渣集中营啊！可安雅表示已经习惯，而且现在他们在明处，自己在暗处。可大师建议报警处理，而不是让心理学家解决问题。可安雅想弄清楚对方组织的真实目的。如果他们是为了杀我而不是利用我，那我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个组织摧毁。大师不理解女人为何这样执着，因为前夫生前也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对我，而现在 PUA 组织的做法同样让我不寒而栗。大师一时语塞。И не только те, кого они раскручивают, но и молодые люди, которые приходят в клуб. 安雅觉得受害者不仅仅包含女性，很多年轻小伙子也会因此误入歧途。无论男女都会被 PUA 组织操控。或许马特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，或许我有能力帮他摆脱困境。大师对安雅的脑回路甘拜下风。Можно совместить в себе любовь и манипуляцию. Я могу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ть им, чтобы помочь. А быть манипулятором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желанию? 大师觉得有可能实现，但很困难。这会是一场持久的心灵对抗之战，而且你得忽略自身的内疚和羞耻感。这是一项巨大的意志力工程，但内在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水晶结构。如果我直接告诉马特我知道一切，后果会怎样？他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，可能会感到恐慌和崩溃。更坏的结果就是对你发起攻击。大师不建议安雅硬碰硬，再次提醒他 PUA 组织的人非常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玉石俱焚。可安雅已经铁了心要和他们对抗到底。Ведите меня к нему. 安雅跟随保镖来到一处顶级豪宅，果然就是寡头古拉姆的家。Ты знал, что в древности вдов сжигали вместе с погибшим мужем? 安雅表示，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前夫的附属产物。他去世后过了很久，我才重新找回自己。可寡头认为占有欲是人的本能，占有更多的知识、更多的财产，包括更多的爱。安雅希望寡头能保护自己，他已经准备去激怒马特。寡头好奇为何这样做。Любит он меня или нет? 晚上，安雅独自翻阅跟马特的聊天记录，过往的一幕幕浮现脑海。曾经的美好原来都是假象，一切都是预谋和计划。安雅主动去找马特，安雅给了马特一张房卡，为他租了一间豪华单身公寓。虽然彼此的关系闹得不愉快，但依然还是自己的主刀医生。安雅希望有空一起再探讨下纤维瘤病情。马特百感交集，刚回到 PUA 基地，领导就叫住了他。安雅已经知道了一切，我们内部出现了内鬼，他如果去报警，我们都得玩完。可马特认定安雅不会去揭发，并警告领导不要伤害安雅，但领导不同意。没想到马特突然发怒，领导善意提醒马特别被反噬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签订了劳务合同，如果违反合同，意味着巨额赔偿。晚上，安雅约马特一起吃饭，两人似乎忘却了之前的不愉快，就跟第一次约会时一样，眼神里饱含爱的悸动。可安雅突然表示得离开一会，转头告诉服务员一会儿可能发生冲突，请提前叫好保安。安雅在厕所整理好心情，转头回到座位，告诉马特自己知道了一切。不料马特微微一笑。安雅表示接下来那就重新认识下彼此。马特好奇女人下一步要干嘛，我会向医院举报你利用工作之便泄露客户机密，我还会向医疗协会揭发，希望他们吊销你的医师资格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揭发 PUA 组织，让他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。最关键的是刑法第110条规定，诱导他人自杀是重罪。归根结底，你是个可悲的男人，你很脆弱，你无法感受到爱与信任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。Да тебя должно тошнить от себя. Доволен собой? Ты ни хрена обо мне не знаешь. Ты ни хрена обо мне не знаешь. 安雅眼冒金星，可缓过神来，又莫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和畅快淋漓。没想到刚才的一切只是安雅的臆想。她从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刻，决心换一种方式对付马特。Перепутала чат.
可安雅并没有意识到新的危险正步步逼近。不久后，闺蜜邀请安雅参加自己的聚会，安雅容光焕发，似乎找回了以前的风姿卓越。她让闺蜜们放心，自己已经完全走出阴影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马特也出现在了现场，身边还有一位亿万富婆，还跟富婆介绍安雅是自己的病人。闺蜜们都一脸懵逼，更没想到的是，安雅收到了前夫事故车辆黑匣子报告。安雅彻底蒙圈，难道前夫也是 PUA 组织的受害者吗？马特匆匆赶到医院，此刻的他终于良心发现，转头就对领导大打出手。真爱是 PUA 组织大忌，可爱情有时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知不觉就置身于危险边缘。安雅也希望回到最初的那份美好，不给爱情添加这么多枷锁。安雅将马特带回家，可马特一进门就想先去洗个澡，他想冲刷曾经犯下的错误，他想真正的洗心革面。然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PUA 领导正计划更大阴谋。这边安雅也收到了前夫事故分析最终结果，同时还有一封神秘信件，里面的照片竟跟古拉姆家的花一模一样。前夫的意外离世果然跟古拉姆有关。安雅捧着一大束鲜花来见寡头，她感谢寡头一直以来对她的关心。安雅解释这是古老的一种道歉方式，寡头立马让手下拿来一把刀和一个花瓶，现场表演起了插花。有时想要延长寿命，必须懂得削减，就像做人一样，要学会舍得。安雅诚挚地跟寡头道歉，自己很爱马特，但他已经陷入绝境。PUA 组织又试图谋害安雅，女人希望得到寡头的帮助，彻底捣毁 PUA 组织，但是要保证马特的安全。事成之后，安雅愿意无条件服从他之前的所有意愿。第二天，安雅去医院复查，本想提醒马特注意安全，不料护士告诉他马特医生今天停诊。安雅径直走上楼梯，原来马特的渣男身份已被神秘人揭穿，他被吊销了医师执照，并被院长正式开除。这天晚上，安雅来到马特的公寓，进门的一刹那感觉恍如昨日，就跟第一次来医生家的情景一样。第二天，安雅觉得一扫从前的阴霾，两人之间的相处也越发轻松和融洽。闺蜜们一起过来庆祝安雅劫后余生。白发大姐提醒她车祸后注意休养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喝酒。安雅让她放心，自己只喝水。这段时间的经历也让她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，没有痛苦也许就没有开悟，而人生更像这杯白开水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安雅跟闺蜜们坦白，自己出车祸并不是 PUA 组织的谋杀，一切都是自导自演，目的就是让马特跟 PUA 组织决裂，当然这样做都是为了救他。闺蜜很疑惑，马特一直骗安雅，还这样舍命帮她。可安雅觉得她跟马特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同是从底层打拼上来突破阶层的普通人，而且马特真心爱我，我愿意接受他最初的模样。安雅觉得这也是一种思维进步。可闺蜜问 PUA 组织怎么解决呢？安雅笑着回答，已经在借刀杀人。富婆们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作为姐妹团，无条件支持安雅的任何决定。安雅很感动，有这么好的姐妹，人生足矣。另一边 PUA 组织却倒了大霉，古拉姆抓了 PUA 头目，可领导还在试图洗脑，不料寡头上来就是一个下马威。领导第一次瑟瑟发抖，这有钱人简直比 PUA 还恐怖。寡头告诫他千万别再打安雅主意，否则会把你从摩天大楼扔下去。让领导更恐惧的是，飞虎队突然到达，两人纷纷跪地，原来一切都是安雅的计谋。古拉姆很无语，玩了20年的鹰居然被家巧啄了眼睛。安雅在闺蜜白大姐的协助下，一箭双雕，绝地反杀，既捣毁了 PUA 组织，又替前夫报了仇。故事最后，马特成了安雅的男友兼私人医生，富婆成功切除纤维腺瘤。Ты победила.